这部电影经过大段删改才允许在国内上映，全片为真实事件改编。97年，一位法官在行刑现场临时喊停，于枪口下救回了死刑犯的一条命。而在刑场外，一位本地富商则在谋划着夺取犯人的性命。几天前，田法官在法庭上的一起判决，引得同行们议论纷纷。他在一审判决中毫不犹豫地将一位偷车贼判处死刑。此时的田法官刚刚面临丧女之痛，路边的一起肇事逃逸夺走了他马上高考的女儿，司机尚在抓捕之中，而那个肇事车辆就是偷盗所得。这两起偷盗案并没有相通之处，也没有连坐之嫌。田法官依法直言，法律规定偷盗3万元以上的罪犯就可以处以死刑，而庭前的偷车贼所盗车辆金额价值6万元。可老田义正言辞的判决却招致所有同行的腹诽。要知道，11将至，国庆节之后新刑法颁布，这样的盗窃行为已不会再以死刑判处了。可这位田法官偏偏要赶在国庆之前宣判，要说他没有一点私心和迁怒，那是断断不能相信的。田法官素来人缘不好，他一丝不苟，法律就是他的行为准则，规章就是他的处事办法，但这些在外人眼里就是不近人情。城管大队队长为了老父亲的事儿大摆宴席，预备从他这儿走个捷径，结果老田大门一关，就是不应承。我爸死了，我要为他报仇，我不管他故意不故意，我就知道我爸那么大岁数，在大街上没招谁没惹谁，就被他给打死了，杀人偿命，这不过分吧？这案子我解释过多少回了吧？队长失了面子，伤了里子，跟他彻底结了梁子。工作没有情面，回家依旧丧失了温情。老田没了女儿，业余活动就变成了在校门口发呆，以及回家面对发呆出神的妻子。夫妻对坐，直到饭菜变凉，然后妻子就会在他出门时提上一句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老田的生活不好过，那名偷车贼亦然。他不服判决，提出上诉。在2审到来期间，偷车贼邱武被戴上镣铐送进了监狱，每天只得一件坎肩避身。自知死刑将至，那点饭菜再也吃不下去，小半盆菜汤纹丝未动，馒头则被不够和善的狱友拿了个干净。被强壮的胖子言语侮辱，邱武一时激愤动了手，却围上了一大帮拉偏架的。隔天，胖子便换了包间，留下的人还拿着胖子的余威欺负他，逼得邱武哐哐撞墙，才退了脚步。看着一帮人瞪直双眼，虎视眈眈，邱武顶着流血的脑袋欲哭无泪。为了获得缓刑的机会，他还跑去申请了器官捐献，却还是被别人的处决枪声惊醒，整宿睡不着觉。邱武不知道，他的捐献申请吸引了一位富商的注意。本地的知名企业家李总肾衰竭，通过透析维持生命，多年寻求好肾未果，没想到在这个死刑犯身上找到了合适的肾。李总的女友阿梅贤惠至极，为了帮他调理好身子，早日步入婚姻殿堂，阿梅可谓劳心劳力。眼看苦尽甘来了，医生却突然说这颗肾有问题，李总拿不到了。阿梅气急败坏，立马召集御用律师过府商议。卫生局早已打点妥当，现在是法院那边出了问题。法律没有明文规定邱武这样的死刑犯可以进行器官捐赠。当然了，律师话头一转，法律也没有规定死刑犯不可以捐赠器官。话分两头说不是，到底能不能成，全看法院的态度了。院长显然很好说话，作为本市知名的民营企业家和纳税大户，李总显然有权享有这份先例。阿梅是个懂人情世故的，立马接过话锋。为了感谢法院的辛苦配合，李总会再送2辆车全做犒劳。院长微微一笑，没有拒绝的意思。田法官在旁作陪，突然插话，列举了一系列风险，中心主旨就一句：这样的事儿与理不合，除非邱武不是死刑犯，而那显然不可能。阿梅不能看着事情黄在法官这儿，在老田身边跟前跟后的据理力争。可惜一句你不懂失去家人的痛苦，直接触了老田的眉头。田法官一言不发地关了门。此路不通，李总的肾愈发疼痛了。晚上面对阿梅的温存，也丝毫提不起兴致。还好律师想到了另一条路，从邱武的家人身上做文章。邱武家境贫寒，老母亲听说律师是专门过来为儿子做免费申诉的，就毫不犹豫地签了字儿，还抹着眼泪默念遇到好人了。律师趁热打铁，拿出那份器官捐赠申请书，让老太太签字儿，并许诺10万元补偿金。这回旁边的小儿子察觉到不对劲，看出律师的真实目的就是过来要大哥身上那颗肾的，满腔愤怒地将律师骂了出去。律师拿人钱财替人办事儿，转头跑监狱找了邱武。邱武看着母亲在第一份协议上签的字儿，误以为亲人早已同意，再加上律师的声声保证，你放心，肯定是10万，1分钱不会少。但是有一件事儿必须给你解释清楚，就咱们国家是禁止人体器官买卖的，所以这个钱的事都没写在这个捐献书里边。但是你相信，你一定要相信，我们都是有良心的人，
秋武颤抖着手签下了字儿，阿梅自觉做了件对不住良心的事儿，开始惴惴不安。李总倒是吃了定心丸，每日睡得安稳，只数着日子等秋武二审。田法官也在等二审结果下来，不过他家里倒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儿。这天老田刚把鱼下了锅，城管却找上门来，张口就要狗证，否则就把狗带走。老田这一听可坏了事儿，女儿离世数月，妻子对谁都神情恍惚，终日抱着狗亲如骨肉，拿狗不是拿走他的命根子吗？老田连忙出去跟城管商量寻个思。明天我一定去办。不行，我是法院的。法院的不能执法犯法呀。请您配合我们一下，把狗弄出来。这狗是您自个抱着还是我给您弄？老田第一次碰到比他还不留情面的，吃了个瘪。可眼看着狗被套走，妻子跪在地上声嘶力竭，老田绝不能坐视不管，上去就跟那俩城管撕扯起来。不仅狗没要回来，老田也进了派出所，惊动了派出所所长。所长一看都是自己人，调停不开，立马打着泡茶的旗号脱身了。老张，狗还我吧，我爱人受不了刺激。城管大队队长与老田的积怨由来已久，在那对着他就是冷嘲热讽。老田，你为一只狗求我为我爸求你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我还告诉你，你女儿出事以后，大家都认为那是对你的报复，活该。法官和城管队长打起来了，所长姗姗来迟的上场拉架，最后还是法院副院长出马，一面念叨着丢人，一面赎回了老田。等老田带着一身伤痛回了家，发现妻子不再视他于无物。自女儿走后，老田总算吃上了一口热乎的带着些许温情的饭菜，来自妻子之手。国庆将至，9月29号，二审的判决书下来了，邱武依旧是死刑。李总那边设备齐全，专家到位，只等着死刑一完成就接手邱武，顺利安装肾脏。老田倒是气定神闲，任律师说的天花乱坠，都坚持在节后10月4号执行死刑。国庆节的监狱与以往不同，犯人们的吃食中加上了一份面条，而邱武在4号这天额外加了一份饺子。他即将前往刑场，在监狱大院里看到了整装待发的法院副院长、法官老田。田法官念完判决书，看着邱武，认真的问了一句：“邱武，你写的肾脏捐献书是你自己真实的想法吗？”我爸不会拿不到钱吧？老田答不出来，低头收拾好文件走开了。刑场入口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村民，老田始终一言不发地盯着窗外。刑车开至荒僻的野外，法医与行刑人员已准备就位。老田这时拉过副院长，说起了悄悄话：此时已过10月1号，新刑法即将公布，邱武未必就要面临死亡。副院长一听就有些冒火：你早干什么去了？他转口一提，反正真正的刑法得7号才能公布，现在也不差这几天，没什么大事儿。你这新刑法，他对这个盗窃犯罪，他的量刑他做了重大的调整。那邱武盗窃机动车这个案子，你要按新刑法走，他不适用于死刑。一个人的生死就在院长和法官这俩人的一来一回，口舌之间轻而易举的决断。副院长稍一思索，就决定不再多生事端，毕竟临时停刑，万一再出了事儿，责任谁来负？况且李总那边的车还热乎着呢。老田急着白脸跟院长辩论新旧刑法。早1分钟你都不说这事儿，到了刑场你才说，现在没什么可商量了，现在就按原来的办吧。那你办吧，你执行吧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院长冲着行刑官一甩头，行刑。老田在原地来回打转，直到行刑枪支上膛。停！怎么回事，老田？老田，喊停是你喊的吗？知道他干什么了吗你？怎么说也是条人命啊！不能眼看着局面僵住，院长认命地掏出手机，请示领导。片刻后，院长宣布行刑处决暂停，邱武押送回看守所。而等着老田的就是领导劈头盖脸的斥责：老田，你是老法官了，平时学生业务学到哪去了？为什么早不提醒我？刑场叫停，干出这样的蠢事儿，叫我们领导面子往哪搁？以及执法同事的审问。要求判死刑的是你，叫停死刑的还是你，你给我说说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我承担一切责任。
过了几天，老田垂头丧气的去拿审判结果，却不成想领导改了画风。这个判决结果充分说明了我们国家法治建设的进步，体现了我国法律的更加人性化。但是不证明你工作当中没有错误，回去以后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回头向我汇报。邱武改成了有期徒刑，老田没有受到处罚，回去的路上都舒展了眉眼，家里的妻子渐渐走出伤痛，脸上甚至带了些笑意。今日去看了医生，身体上佳，还能怀孕。至于李总，则在病床上怀疑人生，没了肾又没了希望，继续伤春悲秋起来。这是青春派导演刘杰09年电影《透析》，倪大红凭此提名了47届金马影帝。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发生在97年刑法修订正式实施前后。透析在医学中是治疗肾衰竭的一种手段，俗称洗肾。以这个名字冠以这部影片，我们不难看出导演的细微心思。在法律之下，富商、犯人、律师，甚至法院的各位工作人员，通通需要透析。法不容情，老田作为一个法官，有着绝对的社会公信力与社会地位，以一纸判决书决定着别人的生死，也以一纸命令被别人左右着命运。在公职身份之外，他又以一名父亲的身份，承受着家庭成员的陨落以及家庭支离破碎的折磨。律师作为一个司法的见证者与服务者，游走于法律之间，为当事人保证利益最大化。久而久之，他忘记了正义天平的正确方向。企业家李总为了活下去延续生命，早已不在意肾脏所处的生命是否完好。人性在生死面前最经不起考验。还有院长如此的领导，在资本面前的和颜悦色与妥协都格外耐人寻味。犯了罪责的犯人成了这条关系网中最大的弱势，他的生死在这些人物的口齿交谈中，比起手落中、机关算计中毫无价值。他对死亡是恐惧的，可他又是毫无办法的，唯有祈祷与妥协，以及一句带着颤音的询问。唯一幸运的就是他正处于法律变革之中，而在此之前，如他这样的人却并非如他一般幸运，大部分人还是按部就班的活着承受着。这样现实题材的社会影片在如今的国内也是凤毛麟角。我们在影片带来的冲击中所感受到的，除了淡淡的忧伤与反思，还有德沃金的那句话：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，虽然可能因其缺陷而失效，但它绝不是一种荒唐的玩笑。我是焦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